我闭嘴！小姐，你干嘛打我？柳小姐，你是不是打错人了？你怎么打浩然呢？你不是应该去打陆哲他们吗？给我跪下！马上向叶小姐和陆哲道歉，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叶小姐，陆哲，是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是我无礼冒犯。陆月姐姐，是不是搞错了呀？她一个前台小姐，有什么资格让咱们下跪？闭嘴！叶小姐不是你我这种垃圾可以抽人的存在。什么？她是不可招惹的存在？你肯定是搞错了。陆哲，如月姐姐已经误会叶星辰是个大人物了，你还不赶紧出来解释一下？她就是一个垃圾酒店前台小姐。那你问问柳如月，需不需要陆哲解释？不需要，不需要。陆浩然，赶快给叶小姐他们道歉！我不道歉，她就是一个酒店前台小姐，她没资格。叶小姐不是什么前台小姐，她是天宫集团的千金大小姐。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自刎！自刎！住手！陆哲，因你撞伤柳如星，证据不足，现在对你依法予以释放。我们已经联系了你的家属，他们在门外等你。今天全国高考成绩放榜，今省成绩喜人。今晚8点将会在帝豪酒店举行状元宴，同时公布今年的省状元得主。关了1个月，身上的臭毛病都改掉了吧？以后少干点争风吃醋和诬陷浩然的事儿。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你是不是以为你故意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我们就会多看你一眼？姐，我警告你，收起你的那些龌龊心思。你堂堂一个豪门少爷，天天跟那些农村妇女一样，用勾心斗角的手段争宠，只会让我看不起你。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了来接你，我和知夏他们都推掉了陪浩然选礼服的约定，你还不知足？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少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如果当初不是你把柳如星撞成植物人，我们怎么可能会把你送进去？如果你到现在都意识不到自己错误的话，我们就再送你进去坐几年牢。我确实有错，但我错在不该救人，不该对你们有半点期待。我什么时候喝多过啊？你哥这个酒量没有。你到现在还在自欺欺人说救人，看来当初之下大义灭亲，把你送进去的选择是对的。你看看你回到家里这3年干了多少恶劣的事情，偷爸妈的古玩字画，偷我们的首饰，还多次把浩然推下楼梯。这次因为高考失利，飙车发泄，把柳家2千金撞成植物人，事后更是诬陷浩然开的车。我们只让你坐1个月的牢，已经是很便宜你了，你不要不识好歹。只坐1个月的牢，那你怎么不让陆浩然去坐？你知道我在里面经历了什么吗？你撞的人，凭什么让浩然去坐牢啊？柳如星根本不是我撞的，你是金牌大律师，指控我就不需要证据吗？不是你撞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救人？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不是你无能废物，而是你天天玩哗众取宠的手段，却不敢承认。学习不好，还毫无担当的人，不配做我的弟弟，更没资格讨好我，让我高看你一眼。行了，
你也是为了你好，不希望你走上邪路。张欢做别人，他才懒得打。好了，别闹性子了，上车，我们回家。浩然和家里人还等着你给他道歉和庆祝呢。家里人？我陆哲哪里还有什么家里人？我不过是一个品行卑劣、敢做不敢认的刽子手。妈，真不是我撞的人，是浩然他。胡说！是你开车撞的人，手上还有血呢，还敢诬陷浩然？你配做我陆家的儿子吗？混账东西！浩然今晚一直在家陪我看电视，他根本就没出去。你别想着诬陷他。妈，这怎么可能？浩然没出去，他就是没出去。那我总不能为了帮你去骗警察呀。倒是你今晚早早就偷了车跑出去了。陆哲，如果你是因为害怕去坐牢，想要找人顶罪的话，妈妈可以替你去坐牢。但是现在已经证据确凿了，妈妈也没办法帮你啊。妈，那车上是有行车记录仪的，你……两位警察先生，我是金牌律师，也是车祸现场的见证者，我可以证明是陆哲开车撞人的。二姐，别叫我二姐，你这敢做不敢认的刽子手！欲擒故纵没完了是吧？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警方证据不足放了你，你就是无罪了。只要柳如星她一天不醒，一天不说你是无辜的，你在我们心里永远都是罪犯。我确实有罪，我罪在认亲，罪在把你们当成姐姐，罪在想要得到你们的认可。三位陆大姐姐，你们请回吧。从今天开始，我跟陆家一刀两断，后会无期。够了，陆哲，你想用断绝关系的手段威胁我们？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我们来接你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不珍惜，反而用农夫争宠的手段以退为进，我还就真不给你这个脸。我现在命令你立刻上车，不然我们真就要生气了。到时候你再想要得到我们的原谅，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还要刷存在感是吗？行，你爱回不回，不回就一辈子别回来。宁愿别想得到陆家的一分钱，也永远别想得到我们的认可。直夏、晚秋，我们走，去参加浩然的状元宴。陆家，这1个月的牢，算是我报了你们的深恩。从今以后，你我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小哲，你怎么这样了？小哲，你怎么这样了？对不起，都是姐姐没保护好。姐，是我对不起你和爸妈，当年我就不应该跟他们回去的。小哲，你要是想回去，就先回去，不要有什么道德束缚。小哲，你今年高考没考好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去再复读1年，你一定可以考出个好成绩的，姐姐相信你。姐姐，我高考成绩其实考得非常……
是陆哲同学吗？总算联系到你了。我是省府的马博文。你今年高考考出了震惊全省的好成绩，省府想要邀请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参加今天晚上8点的状元宴，顺便和其他市的状元一起交流交流。不知道你们晚上有没有空？参加状元宴？好，我今晚一定准时带家人参加。好。爸妈和姐姐宠了自己这么多年，是时候给他们一点荣光了。姐姐，省府叫我今晚去参加状元宴，你们和我一起去吧。什么？参加状元宴？那可是全省前50名才有的资格。你在陆家那种泥潭还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姐姐，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和爸爸妈妈失望的，所以你们今天陪我去参加好不好？可是这状元宴邀请的是高分学子和直系家属，你们就是我陆哲的直系家属。从今以后，我陆哲只有一个姐姐，那就是你。好，我们参加。我先让司机送你过去，我去把爸妈接过来。爸妈，小哲金榜题名了，我们也是时候亮出身份，给他撑腰了。陆总，恭喜啊！不仅有3位天生丽质的女儿，还有一个学霸的儿子，实乃人生赢家。谢谢，能够参加今晚状元宴的学子啊，都是全省的前50，不是市状元就是县状元。陆总今天一家能来，想必浩然考的一定很好吧？哈哈哈！陆总真是教子有方啊！但是我最敬佩的还是浩然，父母这么有钱，姐姐们还这么宠爱，他还这么努力。生子当如此啊，陆总。过奖啊，过奖。叔叔阿姨，我确实以高分拿下了江城的高考试状元，但无论我以后多么出息，我永远是你的后辈。以后有用到我浩然的地方，尽管开口。浩然胜不骄啊，将来前途一定不可限量。陆总啊，就等着父凭子贵吧。陆总，我记着您还有一个儿子叫陆哲吧？好像是今年也参加高考，不知道他的成绩怎么样啊？我哥高考没考好，他为了发泄情绪去飙车，结果把柳如星撞成植物人，被警察带走。不过他今天好像出狱了。哎，姐，你们接到哥哥了吗？我和知夏晚秋去接他了，他耍性子不回来，还喊着要跟我们一刀两断呢。他都不知道跟我们一刀两断多少次了，结果还不是出门装装样子，然后买东西回来哄我们。这次一刀两断啊，也就断1天，然后就会跑回来求饶。不过我建议这次我们不要轻易赢。你们不要这样，再怎么说陆哲也是我的儿子，是你的弟弟，就让他在家门口跪了2-3天就行了。行了，别提那个逆子了，他爱回不回，书不好好读，歪门邪道有一套。大家听着，以后我没有陆哲这个儿子了，我的儿子只有一个，那就是陆浩然。那就希望陆先生可以一诺千金，有反悔。怎么样？我这身鸿运当头的礼服，配不配得上我弟弟的状元宴？叶小姐是天宫财团的千金，坐拥万亿财富，无论穿什么都配得上状元宴。好，那就让我给小哲准备一个惊喜。来人，给我备3份厚礼赴宴。该死，这个劳改犯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不是给咱们陆家丢脸吗？陆哲，你不是说要跟我们一刀两断吗？你不是说再也不回陆家了吗？怎么现在又舔着脸过来了？我告诉你，以后少用那些1哭2闹3上吊的村妇手段，这对我们不管用。一个劳改犯有什么资格来参加浩然的状元宴？赶紧给我滚出去，别在这丢人现眼。来都来了，那就让他参加吧。毕竟他闹脾气也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罢了，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融入的机会呗。只是你想融入我们，就应该换好一点的装束过来呀。穿的这么破，鞋子都开胶了，这算是怎么回事？欲擒故纵不灵了呗。
就走卖惨的路线来博取我们的同情，吸引我们的注意。我告诉你，陆哲，你这种歪门邪道的手段对我们来说没用。没错，你想融入这个家，想要沾我们的光，就应该好好巴结我们，少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还不快滚回去，换一双好看一点的鞋子过来。2件事：第一，我不是来沾你的光的；第二，我只有这一双鞋子。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平时买那么多双鞋子，你怎么可能会没有鞋子穿？你们确实买了很多鞋子，但你们可曾给过我一双？看看我买了什么回来。哎呀，爸妈，这个是您们二老的。好，这个呢是弟弟的。谢谢姐。这个呀，这2个妹妹的。谢谢姐，看看喜不喜欢？小雪啊我的也是，真孝顺啊！谢谢爸。哎，爸妈，知夏、晚秋，你们一定给他买过鞋子的，是不是？我跟你爸日理万机的，哪有时间管这个破事儿？那就算我们一不小心把你忘了，你也可以自己去买鞋子。一双鞋子你还买不起吗？我看你呀，就是想装可怜，博取我们的同情。我告诉你，就这些卖惨的伎俩，对于我们来说不好使。钱，你们陆家何时给过我1分钱？见过董事长。给我备车备礼，我要参加我儿子的状元宴。我让财务每个月给你打10万块的生活费，3年就是360万，你怎么可能会没有钱还？可我1分都没有收到。这种拙劣的谎你也敢撒？我告诉你，今天财务就在现场，我现在就把他叫过来，让他当场跟你对质。财务，大小姐，财务，你替我告诉陆哲，你这3年给他打了多少钱？这3年里我没有给陆哲少爷打过1分钱。我不是让你每个月给陆哲打10万块的生活费吗？你怎么没有打呀？我原本是要按照您的吩咐给陆哲少爷转钱的，可夫人说陆哲少爷没见过什么世面，把握不住这10万块钱，容易养成挥霍的坏习惯，所以我是担心陆哲拿了太多的钱会变坏的，所以我想等他成熟一点，再把钱给他。陆哲，你能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对吗？那我怎么发现账上每个月都有10万块的支出？难道是你私吞了？不，那10万块钱打给了浩然少爷。夫人说陆哲少爷回归，浩然少爷心里没有安全感，为了弥补，所以就……你还真是一个好妈妈，给我钱担心我学坏，给陆浩然钱就不担心他学坏吗？还把我的生活费给他，你是有多爱你的养子，就有多嫌弃你的亲生儿子。浩然体弱，他受不了苦的，而且你被那个穷苦的家庭收养了15年，皮糙肉厚，心理素质又好，你受点苦没事的。陆哲，你不会怪妈妈的，对吧？因为你们当年的流失，我在外受苦多年，你们不但不弥补我，还要让我继续受苦。你还真是一个好妈妈。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如果你心里有恨，你就恨妈妈好了，但是你别恨浩然好吗？行了，陆哲，你虽然没有10万块钱1个月的生活费，但你还有爸妈和其他姐姐给你的零花钱啊，还有逢年过节的红包。陆家是豪门望族，随便一个红包都够你过得锦衣玉食了，你怎么可能会没有钱买一双几百块钱的鞋子啊？你们有给过我红包，有给过我零花钱吗？爸妈，你们肯定给过陆哲零花钱的，对吧？我还以为你妈和你们都给了，所以，我没给。我也以为你们都给了，而且我担心陆哲他手里太多钱把握不住，所以就连红包也没给了。所以你们从来没有给过陆哲1分钱？哦不，是整个陆家都从来没有给过陆哲1分钱。走，去参加我儿子的状元宴。你看到了吧？没有人给我零花钱，没有人给我买鞋子，也没有人给我红包，拿什么买鞋子？你没钱，你可以和我们说呀，只要你开口了，我们肯定会给你钱的。曾经我向你们要过一笔秋游的钱，
只要500块，你们给了吗？干杯！干杯！干杯！浩然啊，这里呢是10万块钱的支票，是给你出国研学的零花钱，随便花，千万别省钱啊，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的。谢谢姐。来，浩然，二姐这也有，3姐也有，妈妈这儿还有。妈，姐姐，我学校下周组织秋游，能不能给我500块钱啊？能不能行了你？你是不是看到人家浩然出国研学有红包，你也想跟着要红包啊？你能不能别总这么喜欢争宠啊？钱，一天到晚就知道钱。陆家给你的还少吗？你这是穷酸家庭收养过的，钻到钱眼里去了。滚一边去！那你平时生活费是哪儿来的？当然是靠我捡垃圾，靠我给别人补功课赚钱，要不然我不仅读不起书，还有可能饿死在外面。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家里虽然不至于天天山珍海味，但至少也是大鱼大肉，你还吃不饱吗？别说什么大鱼大肉了，这3年我在陆家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过。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我陆家再不是也不可能不给你吃饭吧？我告诉你，今天厨师也在现场，我现在就把他叫上来揭穿你。厨师，大小姐，你替我告诉大家，陆哲在陆家吃的怎么样？陆少爷呀，从来就没有在家吃过饭的，每天早上5点走，晚上8点回来，中午也在学校。依据陆家的规矩，准点准时吃饭，遇时不等人，不留饭菜。你错过饭点了，不会自己去厨房煮饭？你都这么大个人了，不会连饭都不会做吧？陆哲少爷呀，也去厨房煮面，可是呢，被夫人训斥了，还说他是恶鬼投胎，而且呢，还吵到了浩然少爷读书，就不让他使用厨房了。我以为陆哲是去厨房偷吃的，我担心他吃太胖了，伤害了身体。而且现在是浩然高考复习，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所以才不让他去厨房偷吃的。担心我吃的太胖，你是忘了自己多次给陆浩然炖燕窝做宵夜了吗？那不一样啊，浩然的体弱。算了，我也不解释了，你要恨就恨妈妈吧，但是你别恨浩然好吗？没想到陆哲这些年来在家里竟然真的没吃过一顿饭。哎，不对，我给过你那么多零食，还都是进口的，你就算没吃饭，零食也够你吃个饱了。你确实给过我零食，但那都是陆浩然喜欢的芒果口味，而我芒果过敏。这么说，这3年你真是靠捡垃圾和补课熬过来的？这是我进惩教所时做的体检报告，我有严重的胃溃疡。你说我这几年是怎么挺过来的？行了，大家嫌弃你、忽视你，那是因为你太废物、太无能了。但凡你成绩好一点，和浩然一样名列前茅，我们怎么能忽视你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存心自找的。废物有成绩差，你们有开过我的家长会，有了解过我的成绩吗？开家长会，那是要上台发言的。你成绩这么差，我们丢不起这个人。你知道我在哪上学吗？废话，当然是和浩然一样，在天国贵族学校上学呀。等等，爸妈，你们不会没帮陆哲转学吧？还有多久？今天举行状元宴，各市都来了不少人。前面道路有点堵，预计还有10分钟到达。拉响警报，3分钟内必须抵达帝豪酒店。是。哎，这件事情不是你负责的吗？你没给他转学啊？我是担心他转去跟浩然同一间学校，会给浩然带去压力和不舒服的，所以就没给他转。再说了，他学习成绩那么差，转去了贵族学校，学习成绩跟不上会自暴自弃的，还不如待在原来的那个什么学校。
陆哲，妈妈这都是为了你好，你能体谅妈妈的，对不对？连我在什么学校都不知道，还说是为了我好。我看你是怕我给你丢脸，怕大家知道陆好言是个养子吧？那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妈妈问心无愧。我记得你是在隔壁学校上学，你不会每天都来回跨市上学吧？没错，我就是在隔壁城市的希望山区上学，家里面距离希望山区学校足足20公里，这也就是我每天早出晚归的缘故。天啊，这陆哲在隔壁城市上学，还20多公里，这就是坐公交车来回得1个多小时啊！天天这样颠簸折腾，别说考出好成绩了，能坚持把书读完已经很不错了。陆总他们啊，确实是有点失职了。你学校离那么远，你可以和我们说呀。就算不能转去国际学校，找一个家附近的学校也是可以的呀。你是不是故意不跟我们说，然后卖惨，博取我们的同情？成绩一塌糊涂，小脚老太太的争宠手段倒是玩得挺溜。我曾经跟你们提过要转学，可你们在意吗？还说我们成绩差，有书读就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哎呀，怎么样？爸妈，我学校离家有点远，可不可以给我换一个近一点的学校？你一个大专都没希望的废物，转什么学校啊？转也浪费你这钱。不是的，我的成绩，你看，10几分的成绩，也大了影响浩然的心情。滚蛋！不生气，不生气。别说了，说到底还是你太无能了。但凡你成绩好一点，我们怎么能忽视你呢？你成绩那么垃圾，我们重视你纯属浪费时间。就是，你看看浩然，乖巧懂事，还考市状元给家里争光。你这个垃圾学校的垃圾学生，有什么好让我们关心的？你们不要再这样说陆哲了。陆哲他在农民工学校读书，养父养母也目不识丁，能够坚持着高考完已经很不错了。陆哲，你别怕。以后妈妈帮你拿钱，让你上个大专。等你毕业了以后，回来给你弟弟当一个保镖，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的成绩就比陆浩然差？陆哲，我知道你嫉妒浩然，但浩然可是学霸，这回还考了市状元，给家里争光，你还是不要跟他比成绩了。再说了，但凡你考得好，你会把家里的车子偷出去飙车发现，还给陆家捅了大娄子吗？我告诉你们，我的高考成绩是陆浩然高不可攀的存在。陆哲，成绩差不丢人，丢人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差，还打肿脸充胖子，这是垃圾的表现。山沟里的草鸡也想跟天上的金凤相比，简直是荒唐可笑。就怕你们一直当成金凤凰的陆浩然，连我一根手指头都不如。1年一度的状元宴现在开始。陆哲，你快走吧，状元宴马上要开始了，要不然待会儿你发现了自己跟浩然的巨大差距，你会无地自容的。毕竟野鸡怎么能跟金凤相比呢？那就看看待会儿成绩公布后，到底谁是野鸡，谁才是金凤。各位师生，各位家长，晚上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年的状元宴。金省今年杀出一匹黑马，他不仅获得了省状元，还打破了有史以来的高考记录，成为全国状元，这让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都为之震惊。他就是陆氏集团陆万豪先生之子。现在我们有请陆先生一家上台交流。浩然，没想到你不仅是市状元，还打破了高考记录，成了全国状元，你真是太厉害了。是啊，真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不仅让爸妈姐姐感到骄傲，还给整个金省争了一口气。陆哲要是有你1半的听话和懂事就好了。姐，别提陆哲了，晦气。咱们上台吧，走吧。大家好，这次我能考出680分，成为全国高考状元，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之外，离不开爸妈和姐姐们对我的呵护。如果没有爸妈的照顾，没有姐姐们的宠爱，
我是绝不可能考出这么高的分数的，所以我680分。你叫什么名字？马先生，这是我的儿子陆浩然。胡闹！全国状元750分，也是满分状元，680分，你连车尾灯都摸不上，上来瞎凑什么热闹？而且全国状元的名字不叫陆浩然，他叫陆哲。什么？陆哲是全国高考状元？这怎么可能？陆哲怎么可能是全国状元？是啊，陆哲他不可能考到这个成绩的。马先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陆哲他不会考这么好的成绩的。对，肯定是搞错了。一个民工学校怎么可能出状元，还是全国状元？不可能！我没有搞错。今年全国状元就是来自山区希望学校的陆哲同学，他不仅打破了有史以来的高考记录，还成为全国第1位满分状元。最可贵的，陆哲还是从最烂、最差的民工学校考出来的，含金量远超往届的所有状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在那种学校怎么可能考出那么高的成绩？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对，肯定有猫腻。陆哲，你还不快上来给大家解释清楚啊！你的猫腻如果被发现了，你就完蛋了，你说不定还会连累我们陆家的。混账东西！你要质疑高考，质疑省府，我告诉你，今天所有邀请来的考生都能经得住检验。而且满分状元怎么出猫腻？我现在把试卷拿到你面前，让你重新做一遍，你能做到满分吗？成绩不如人也就算了，还诬陷别人，再给陆哲同学泼脏水，我就建议考试院取消他成绩。马先生，不能怪浩然，主要是陆哲成绩太吓人，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真的。你们应该不是意外，而是从来没有关心过他的成绩，不然不会说出这种愚蠢的话。哎，爸妈，别争执了。陆哲是陆家人，他是满分状元，我们一样光彩，不是吗？对，哈哈哈，这是属于我们陆家的荣耀啊！下面有请陆哲同学上台。陆哲，没想到你这么有出息，妈妈可真替你高兴。以后你就可以拿到每个月1万块钱的零花钱了，家里的厨房你可以随便用。啊，浩然不要的衣服也都给你，你可以随便穿，那些可都是名牌，很贵的。如果你穿上了，别人都会羡慕你的。不需要，我和你已经一刀两断了。陆哲，差不多行了，妈妈都已经给你讨好他的机会了，你好好珍惜就是，懂事的，明白吗？陆夫人，陆大小姐，麻烦你们给我让开！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山区希望学校飞出了金凤凰，陆哲同学，祝贺你！多谢马先生的厚爱，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你这样出色，还这么谦逊，相信背后一定有伟大的家长支持和教育，不如让他们一起上台和你分享这份荣光啊！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个成绩，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养父叶无道一家。他们虽然不富裕，但是他们拼尽全力供养我读书12年，也是他们告诉我说，读书是穷孩子的最好出路。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场，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爸妈姐，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哎，怎么回事？你不感谢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姐姐，怎么感谢外人呢？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陆哲，你是不是还恨妈妈呀？我的成绩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吗？你能打破高考记录，成为全国状元，全靠陆家的基因和教导。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没有我们优秀的基因和谆谆教诲，就你考10辈子也考不上好大学，更别说全国状元了。你刚回陆家时的人品多么穷酸，多么卑劣，你自己不知道吗？偷古玩，偷首饰，多次把浩然给推下楼去。
1个月前更是把柳如新给撞成了植物人呢。如果不是我们及时纠正，你早就走上不归之路了，哪来现在的风光？警方都已经判我无罪，你们还认定是我撞的？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家境，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陆哲，你想融入我们，就给我消停，不要再欲取故纵，否则我们就不要你这个弟弟。你们不要，我叶倾城要；你们不要，我叶倾城要。你他妈谁呀？怎么跟我儿媳说话呢？你敢打我弟弟，你就你好大的胆子啊！你放肆！混蛋！你这个贱货，你敢！谁是贱货？你！谁是贱货？你！谁是贱货？我是贱货，我是贱货。知道贱货就。你凭什么打人？你知道闯多大祸吗？弟弟，姐姐，好弟弟，你背负孝道，不好讨公道，就让姐姐来替你出这口气。今天是我弟弟陆哲金榜题名的好日子，也是他辛苦了18年得到回报的日子。你们身为亲生父母和姐姐，亏欠陆哲15年，还把无辜的他送进惩教所。现在不仅不弥补他，还羞辱他、诋毁他，甚至厚着脸皮来蹭他的荣光。你们不该打吗？在陆哲没有成为全国状元之前，你们陆家有一个人正眼看他，现在他一飞冲天了，你们又拿基因和亲情来道德绑架他，你们不该打吗？陆总一家人确实过分了，这给陆浩然买车买房和几千万的现金，到陆哲这儿连生活费都不给。是啊，而且陆哲啊有全国状元的实力，他们却一无所知，可见啊平时对他一点都不关心。不知道的还以为陆浩然是亲生孩子，陆哲是野孩子呢。我们从来都没有虐待过陆哲，之所以对他苛刻，也只不过是想让他改掉10几年来积攒的臭毛病罢了。就是，陆哲回陆家这几年偷古玩、偷现金，还多次把浩然推进湖里，恶行累累，这些难道不该纠正吗？陆哲是不可能做这种事。你们指控他这么多罪行，是你们亲眼所见，还是亲耳所听？浩然说的还能有假？那也就是说你没亲眼所见，那你哪来的脸指控陆哲？他陆浩然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让你出去卖，就出去卖吗？我们虽然有些事情是误会和忽略了陆哲，但在我们内心一直是把他当做家人，是爱着他的呀。爱着他，是指你们不给他买衣服，不给他零花钱，不给他厨房做饭，不给他转学，甚至把他关进惩教所1个月吗？姐姐，没有必要说这么多的。不行，小哲，你心善人义，不忍心跟他们撕破脸皮，但姐姐睚眦必报，他们是怎么欺负你，姐姐就怎么讨回来。我们陆家的事儿还用得着你这个外人指手画脚？你还打人！你们陆家的事情我没兴趣，但是欺负陆哲就是不行，因为我是他姐姐。你是陆哲的姐姐，那我们3个算什么？算你倒霉！陆哲哥，你就这样看着一个外人欺负爸妈和姐姐们吗？你还有良心吗你？我当然不会让外人欺负我爸妈和姐姐，但可惜我家人不是你们，是倾城姐的门下人。他们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说不定当年还是买家。你要认贼作父吗？叶家收养我15年，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却幸福快乐。倒是回到你们陆家，度日如年，究竟谁才是贼？小哲，你放心，从今以后你会更加幸福快乐。你个不孝之子，你这是要和我们划清界限？是。陆哲，差不多行了，不要再口是心非、以退为进了，不然爸一生气，你的小算盘可就鸡飞蛋打了。我已经说过，我跟你们一刀两断，再无瓜葛。以后你们就好好等待你们的吴浩然吧。陆哲，你是不是还是嫉妒浩然呢？妈妈答应你，
以后妈妈也会多关心你一点的，你就别再闹情绪了啊！你的关心对我一文不值，我现在只想跟你们一刀两断。你知道和我们断绝关系的后果，那就是你将失去陆家的继承权，失去锦衣式的生活，一辈子只能做个底层。哪怕你是高考状元，以后撑死每个月就赚个18000的，一辈子根本就开不起豪车，住不起大别墅，你知不知道？你们的钱跟陆哲有什么关系？你们准备给他吗？今天的状元宴，你们给他准备奖励了吗？我准备了一套300平的大平层，我准备了一辆价值300万的顶配宝马跑车，我买了300双 NBA 全明星签名球鞋。可是，你们这些礼物是给陆哲准备的吗？给杨子准备这么多礼物，给陆哲却什么都没准备。你们这爸妈和姐姐们当的可真是称职。这不是陆哲成绩差吗？而且他进了成教所，所以我们就没准备。如果陆哲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老款奔驰给他。没错，只要你认错，我就把管家开了10年的奔驰车奖励给你，也让你在民工学校威风威风。陆哲，还不快谢谢爸妈？那辆奔驰还能卖好几万呢。你们给一个市状元就给了几千万的礼物，到我这个全国状元，给我一个几万块的老款奔驰，连一碗水都端不平，你们哪来的脸说我们是一家人呢？这不是担心浩然的心里不舒服吗？浩然的成绩不如你，他心里本来就已经够难受的了，要是再送一样价值的礼物，他心里就更难受了。你是有多爱陆浩然，有多嫌弃陆哲？行了，别阴阳怪气了。一个全国状元就了不起吗？陆哲，就你这种动不动就欲擒故纵的争宠性格，开车撞人不成的行为，我一辆老款奔驰奖励给你，已经很不错了啊！再说了，陆哲不是说了吗？你是他唯一的姐姐，那你这个唯一的姐姐又送给他什么礼物呢？3串鸡翅，10串羊肉串，还是1串烤茄子啊！我来参加小哲的状元宴，当然有礼。拿上来，拿上来！库里南一亮，祝陆状元一骑绝尘，一路看尽长安花。龙兰金砖100两，祝陆状元金光大道，前程似锦胜骄阳。帝豪别墅一栋，祝陆状元步步高升，一览群山笑天下。库里南，楼兰金砖，帝豪别墅，这些东西秒杀陆浩然的贺礼啊！这陆哲这杨姐到底是什么身份啊？送出这么好的贺礼，这是无数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东西啊！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陆哲这杨姐要比他亲姐好上成百上千倍啊！小哲，今晚礼物准备的有点仓促，你先收下，晚一点姐姐和爸妈再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这只是一点小礼物，你就收下吧，这真的不算什么，就算是姐姐对你的一点补偿。毕竟，当初如果不让你回陆家，你这3年也不会过得这么悲惨。姐，不关你事，以前是我眼盲心瞎，但是现在我醒悟了，我再也不会惦记那半点血缘关系了。你们演戏演够了没有啊？要不要给你们颁个奥斯卡？演戏？我都调查清楚了，他们一家都是底层的下人。养父叶无道是烧烤摊的摊主，养母张慧书是天宫大厦的清洁工，而这杨姐嘛，就是这帝豪酒店的前台小姐。想不到我在天宫旗下的帝豪酒店司长会被认成前台接待。他们一家家产加起来都超不过10几万，所以他们这些礼物全部都是假的。我想起来了，当初我接陆哲回家的时候，就是在烧烤摊把他接走的。
那时我还以为他在那打工呢，没想到是他养父开的。还是浩然聪明啊，一眼就揭破了他们的底细。他养父一家要是真那么有钱的话，怎么可能干烧烤、干保洁和当前台呀？拿这些假玩意儿出来装逼，还金光大道一骑绝尘，真是笑死我！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弟弟？小哲，这些姐姐，只要是你送我的礼物，在我心里就是值千金万金。哎呦，我的好哥哥，你能不能不要再打肿脸充胖子？这很丢人啊！陆哲，你为了得到我们的宠爱和引起注意，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对你很失望。你们的关心，这一文不值。你死！你觉得你们唱个双簧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就会后悔和愧疚吗？做梦！我劝你跪下认错。如果你好好求饶，我看在你全国状元的身份上，可以让你重新回归陆家伺候我们。要不然的话，咱们就一刀两断。求之不得。来，签了这份断亲协议，从今以后你我父子再无瓜葛。你是不是觉得拿个状元翅膀就硬了，来个以退为进就可以拿捏我了？我告诉你，老子不吃这套。你说断亲吗？我今天就成全你，让你知道什么叫玩你不够，干得往自己抢。哎，陆哲只是赌气，不是真想断亲，你不能留着他胡闹啊！爸，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好不好？老公，算了，陆哲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儿子，血浓于水，就让他在家门口跪个2-3天就行了，不要断起关系了。陆若雪，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居然把断亲说死了。不过没关系，在我心里，我早就跟你们没有情分了。陆哲，差不多就行了，你再这样闹下去，你的小算盘可就鸡飞蛋打了。你还不快趁着你全国状元的这点价值，好好跪求爸妈，这样才能得到爸妈的原谅，才能回归陆家。一旦你和爸妈彻底闹翻，你就会失去豪门少爷的身份，沦为底层人。而且陆家这种豪门封杀你这个全国状元，简直太容易不过了。你们陆家还没有欺负陆哲的资本。陆哲不懂事儿，你这个当姐姐的也不懂事儿吗？陪着他打肿脸充胖子演戏。你知不知道，陆哲如果失去我们陆家这棵大树，他将会后悔一辈子。区区陆家不配我跟陆哲演戏，更不配陆哲后悔。哼，你一个小小的前台小姐，有什么底蕴与我们陆家叫嚣？我告诉你，整个帝豪酒店都是我们陆家的战略伙伴。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让帝豪酒店把你给开除了？你没有实力开除我，倒是我可以取消帝豪酒店跟陆家的合作。哟，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就取消合作试试，让我们见识一下你一个小小的前台接待是怎么断了我们陆家的生意的。乐意至极，通知下去，把陆家列入帝豪酒店的黑名单。小哲，姐姐是不是太过分了？算了，还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放过陆家一次，毕竟他们是你的血亲。姐，我都要跟他们断亲了，哪里会在意他们的死活？陆哲，你不要再胡闹了，你这个样子只会让爸妈和我们更加失望。你想要融入陆家，想要得到我们的在意，你就踏踏实实的表现行不行？不要再故意刺激我们来达到目的了。我们和爸妈都是成功人士，老江湖了，你这种拙劣的手段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没用。哥，如果我的存在让你不开心，威胁到你的话，我可以离开。毕竟我不是陆家的亲生儿子。哇，你就是妈妈的宝贝，妈妈这辈子也不会让你离开陆家的。可我不想哥哥难过。你看看浩然，多懂事，多明事理呀！再看看你，只会争风吃醋，同样是我的儿子，差距怎么这么大？陆万豪，虽然断亲协议没签成，但是在我心里，咱们的情分已断，你没有资格再说教我。你
你这个白眼狼，那你给我死在外面吧！那你记住了，你要混不下去的时候，可千万别偷偷跑回来跪求我们啊，那样只会让我们更加看不起你。你放心，我就算在外面渴死、累死、饿死，都不会再踏入你陆家一步。好，我倒看看没有陆家罩着你，你在外面能混成什么样？爸，别这样说，哥哥可是有好姐姐的。他的好姐姐一个电话打出去，帝豪酒店就取消和我们陆家的合作了。咱们还是不要得罪哥哥了，不然我们陆家就要喝西北风了。你说他，你还真相信了？他一个前台还能取消咱们和帝豪酒店的合作？怎么着？他和帝豪那个老板有一腿？你什么你？叶金城，陆哲已经和陆家断了亲，你不用看他面子了。来，收拾我们呢！我求求你收拾我们！哎，好，如你所愿。5、4、3、2、别装神呢1。陆万豪，你们一家已被帝豪酒店拉黑。来人，把他们赶出去！狗东西，谁给胆子拉黑我们？大放厥词还敢骂人是吧？给我打！小哲，庄园宴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这妈妈还没给你送上礼物，还没有替你好好收拾陆万豪他们呢。早知道这样，就该开直升机过来，那样就不会堵车了。爸妈，你们没过来也是好事，不然看到那些跳梁小丑欺负陆哲，估计会气得脑溢血。什么？陆家这些兔崽子敢欺负陆哲？他妈的！要不是看在陆哲的份上，这3年我和你妈能给陆家那么多生意？清晨，你刚刚在里面有没有护着你弟弟？有没有替你弟弟主持公道啊？妈，姐姐一直护着我呢，还替我出了口恶气。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关心我，也谢谢你们掏了那么多钱给我撑门面。不过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那些虚荣的东西。姐姐的厚礼，还有你们租借的豪车，还是尽快退回去吧。你们养了我15年，以后就让我来给你们养老。原来是租借的豪车啊！租借的好，哼哼，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啊。不过咱不用打肿脸充胖子，更不做那爱慕虚荣的事儿。今天你金榜题名，还是全国状元。我和你妈、你姐不装了，摊牌了。你姐是天宫财团的总裁，你妈是天宫财团的董事长，你爹我是天宫财团的最大股东。什么？市值万亿、制霸全球的天宫是你们创立的？你们该不会是骗我的吧？傻小子，我们什么时候骗过你？3重贺礼是真的，爸妈的豪车是真的，我们啊也真的是万亿富豪。那终止跟陆家的合作也自然也是真的。这帝豪公司啊，不过是咱们天宫旗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子公司。以前瞒着你啊，是想让你好好体验普通人的生活，让你回归陆家，那也是想让你一家人团聚，感受啊亲生父母和姐姐的温暖。谁曾想这陆家人不干人事，不过也无所谓，陆家人不要你，我们有。走走走，儿子，妈妈带你买，好好的弥补你。这个还有那个不要，其他的按照我儿子的尺码各来1双。是夫人。妈，这太多了，我穿不完。1天1双，穿完就扔，给陆家不给你的，妈妈百倍给你。还有这里的衣服也给我儿子，
全部来一套。劳力士、卡地亚、百达翡丽啊，100万以下的都不要，其他的给我儿子通通打包带走。好的。行了，别看了，这都是皮毛。老爹带你啊，搞点重的。走。汤臣大厦、帝豪大厦、至尊大厦，每一层都来一套。我要让我儿子换着。爸，这太多了。哎，这才哪到哪啊？还有，哎呀，不选了，选得我的头都痛了。京省范围内豪华楼盘都各来一套。市值1000万以下的不要。对了，把伦敦、巴黎、曼哈顿等国外的豪宅庄园也都各买一套。我要让我儿子去国外玩的时候随意住。好嘞，马上安排。该轮到我了。兰博基尼、迈巴赫、保时捷，还都是限量款。姐姐，这……姐姐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车，所以买了30辆，可以让你每个月从1号到30号换着开。对了，这里还有10艘豪华游艇，你喜欢哪个直接画个圈，姐姐让人直接开到京沈海湾。天啊！先是横扫了整间奢侈店，接着又横扫了各大豪宅楼盘，现在又送了豪车和游艇，这也太豪了吧！是啊，这些礼物少说要值10几个亿，这小子真走运。哼，家里呀，给钱又给爱，要我说呀，就上天上的星星也会摘给他的。姐姐，你已经送过我礼物了，我不能要。傻弟弟，之前那些啊只是开胃菜，不，现在这些依然是开胃菜。什么意思啊？小哲，我和爸妈每人送你10%的股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大少爷，是天宫财团最大的股东。儿子，这些东西算是你的成年礼，也算是对你全国状元的奖励。今时今日的你，也能把握得住这些财富。爸妈，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小哲，这不仅是我们对你的奖励，更是我们对你的弥补。如果3年前我们不让你去认亲，你就不会吃这3年的苦，差一点还牢底坐穿了。一想到你在陆家吃的那些苦，连饭都吃不饱，爸妈恨不得就扇自己嘴巴子。小哲，如果这些东西你不要的话，爸妈和你姐姐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和你妈也是有私心的。你是全国状元，还是满分状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的头脑比我和你妈的头脑加起来还要好使。我们把这些股权交给你，你可以带着我们有更好的起飞呀。小哲，我和你爸都老了，是该享清福了。好儿子，你就好好替我们把公司打理好。好，我收下。我会和姐姐好好运营，一定不会让爸妈你们失望的。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对了，你要亲手对付陆家吗？需不需要姐姐帮忙？陆家不值得我仇恨，更不值得我报复。我现在只想找到柳如星的车子，来证明我自己的清白。警方在程家所里跟我说了，陆浩然的行车记录仪被毁掉了，所以现在只能从柳如星的车子上下功夫了。找车？那好办，我可以让苏新飞帮你，他可是黑道千金，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啊，找他准没错。苏新飞，这名字怎么有点熟悉？怎么回事？敢这么对我们？喂，滚蛋！起来！哎，爸，行了，行了。这酒店经理是不是吃错药了？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吗？居然把我们从帝豪酒店赶出来，还打人！我必须投诉他。行了，别喊了。酒店经理不是毛头小子，
没有十足的底气，是不可能把我们驱逐出去的。难道这事真是叶倾城让他这么做的？如果叶倾城真的这么有实力，那他想封杀咱们不是分分钟的事儿。看叶倾城在状元院嚣张的样子，搞不好还真有点力气。咱们找人探探口风，免得踢到铁板上。唉，你们都被那贱人给骗了，他就是帝豪酒店的前台接待，没什么背景的。浩然，你怎么这么肯定？今天啊，我在酒店楼下的时候，刚好碰见他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然后我就上去偷听了一下，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真有猫腻儿！他们那些厚礼和那些豪车，全都是贷款做来装逼的。不信我给你们看啊！混账东西，你看到了吧？好都不学，整天学这玩文学道，真是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哎，行了。但是咱们确实是被酒店经理赶出来了，这事怎么解释啊？他是酒店前台，让经理帮忙赶一下人很正常，而且他知道我是豪门，肯定不会给他撕破脸的。无耻，恶心！我要投诉那个经理，封杀叶倾城全家，让他们在京城没有立足之地。爸，算了，看在陆哲的面子上，就放过他们吧。看在他的面子上，他和咱们断绝关系了，哪来的面子？再说他在我这儿，从来就没有过面子。陆哲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让他养父一家贷款出风头，只不过是想抬高自己，让自己在我们心中有分量罢了。哎，对，陆哲他就是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想让我们多看他一眼。像个小孩子似的脾气，咱们不用跟他斤斤计较。而且陆哲现在是全国状元，有不少知名度，这广告效应至少能维持1个月吧。如果我们现在给他机会，让他回归陆家，他不仅能感激涕零，还能帮陆家和公司打响知名度。那到时候，财源滚滚啊！有道理，那就看在他争宠闹情绪，就给他一次重新伺候我们的机会。但是，他必须摆核桃酒，宴请全家当众道歉，不然他别想回来。明天就是浩然的18岁生日，不如这事儿咱们就交给陆哲去办吧，这样也好给他个台阶下，也给他个弥补的机会啊！哎妈，我想在天宫酒店的翡翠厅办生日，好不好？那可是整个京省最好的酒店宴会厅，一个晚上得好几百万呢。那如果你们担心陆哲哥生气的话，那就算了，我生日随便过就行。哎，儿子，明天是你的成人礼，那怎么能随便过呢？啊，放心吧，明天晚上爸爸一定给你一个最耀眼的生日宴会。谢谢爸。你告诉陆哲，想要回陆家，就拿天宫酒店的翡翠厅给浩然，这不是求他，是给他表现机会。没有陆家，他什么都不是，还会被柳家狠狠报复。陆哲，你今天惹大家生气了，还让弟弟浩然难过，爸妈还有知夏他们都非常生气。但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面子上，我努力说服他们，就不封杀你们了，还愿意给你们最后一次弥补的机会。说吧，我看看你们想让我怎么弥补。明天是浩然的18岁生日，你给他筹办一个生日宴会，一定要在天宫酒店的翡翠厅举行。这宴会规格嘛，至少也得是100万级别的档次，所有的吃喝筹备的东西必须要是最好的。你别说你没钱，你现在是全国状元，你养父家给了你那么多礼物，这区区100万应该不在话下。你带着养父一家出风，姐姐今天就给你上一课，看你以后敢不敢打肿脸充胖子。还有呢？还有，你明天要当众对着爸妈下跪认错。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不管爸妈再怎么对你，你都要感恩。如果你做到了，就让你回归陆家，继续伺候我们。我们还会保证以后对你的关心会多一点。陆柔雪，你脑子进水就算了，难道你还失忆了吗？
我和陆家早已经断绝关系了。你哪来的理，让我给你们家一个养子来收着业？陆哲，我知道状元宴上人多，你不好意思低头，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打电话，你还遮遮掩掩的干什么？你当我不清楚啊？你搞出一堆事儿，还让养父一家贷款出风头，不就是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多关心你一点吗？爸妈现在都答应让你回陆家了，还愿意以后多关心你一点，你还有什么好不满的？差不多就行了。你们陆家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你给我听好了，我在外面就算渴死、累死、饿死，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陆家。行了，陆哲，别掩饰了。我们陆家在你心中的分量，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多少次嘴硬，还不是转身就跪求我们原谅啊？那是我当时眼光心狭，不过我现在觉悟。别狡辩了。再说，没有我们陆家护着你，柳家的人一定会找你报仇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高考状元，你肯定扛不住柳家的报复的。你不想再进监狱受罪的话，就要好好珍惜住陆家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记住了，明天给浩然筹备的生日宴一定要漂漂亮亮的，不然到时候我可真就要生气了。陆少爷，苏小姐来了。苏小姐，你好。陆少爷，柳如新的车被撞的当天就已经被卖到省外了，不过我最终还是把它给拿回来了。车里的行车记录仪已经被删掉了，但有一个遗漏的针孔摄像头，恰巧记录了陆浩然撞击的画面。原始视频我已经保存到这里面，你可以随时拿着恢复自己的清白。告诉叶倾城，我欠他的人情已经还完了，这种小事不要再来麻烦。苏小姐，这你都能找到，你真是我陆哲的贵人。你叫陆哲？小妹妹，这是我捡瓶子换来的包子，你快趁热吃。等你吃完了，我带你回红星孤儿院，让赵妈妈收留你。小蝈蝈，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陆哲。苏小姐，你认识我？你还记得当年在街头快被饿死的那个小乞丐吗？你还记得你把我带回孤儿院那天我们一起拍的合照吗？你就是那个一次吃完10个包子的小女孩。陆哲，真的是你，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吗？我找了你整整12年，当年要是没有你给我吃包子，要是没有你带我回红星孤儿院，我早就饿死和冻死在街头了。我只知道你抱得太紧了。啊！陆哲，明天是赵妈妈60大寿，我在天宫酒店翡翠厅为她设宴，你可一定要来啊！你被叶家挑走收养后，赵妈妈不止一次的想你，她只是不想打扰你的正常生活，所以才没有赶去找你的。哦，明天叶倾城也会来，孤儿院能支撑到现在，缺不了他们的支持，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帮他的缘故。好，明天我一定去参加赵妈妈的60大寿。哦，陆哲，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出出主意。我想送赵妈妈一件有意义的礼物，可是我还没想好送什么。赵妈妈行善一生，桃李满天下，不如我们给她打造一个大寿桃，再刻上我们的名字，赵妈妈一定会喜欢的。好主意，我马上叫人安排。我去啊，浩然，这宴会厅也太高级、太豪华了吧！还有茅台和拉菲，还是浩然好啊！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有那么多疼爱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那是，我爸妈和姐姐们最疼我了，我想要什么，他们都会给我的。陆哲，
你虽然是全国状元，但在爸妈和姐姐面前，你永远比不上我。大姐，还得是你啊！一眼就看出陆哲的口是心非，让他乖乖给浩然筹备生日宴会。是啊，这翡翠厅可是整个京省最豪华的宴会厅，得提前3个月预定的。没想到陆哲真能搞定。我早就说过，陆哲搞那么多哗众取宠的事情，无非就是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让我们多关心他一点。只要给他一个伺候我们的机会，他肯定会不惜代价的表现。这次宴会，我估计他全国状元的那点价值和全家的贷款都甩进去了。未来的这几年日子不好过了，不过那也是他活该，谁叫他打肿脸充胖子了？虽然陆哲筹办了生日宴会，但是咱们还不能轻易的原谅他，要不然以后他还会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对，不能轻易原谅，必须让他受到狠狠的惩罚，让他知道搞这些歪门邪道的手段必须付出代价。再怎么说，陆哲也是咱们的亲人，咱们不能太狠了。老公，就让他跪下来磕一本头就算了啊。浩然，这些茅台和拉菲，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喝呀？我还没有喝过呢。那你是不是还有伴手礼呢？能不能给我们也有一份呢？今天是我的18岁生日，这些东西随便吃、随便喝、随便拿，全场消费，陆浩然买单。去吧，啊，去。反正是陆哲贷款买的东西，不用我出钱，顺水人情，不做白不做。哎，爸，陆哲哥怎么还没来啊？他是不是不想跟咱们道歉啊？他敢！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他这辈子都别想回陆家。芷夏，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10分钟之内滚过来，不然菜我不吃了，酒我也不喝了，宴会我也不参加了。我看到最后怎么讨好咱们。好。赵妈，你腿脚不方便，我扶你。陆哲，一如当年懂事，真是好孩子。陆哲哥，你先扶赵妈妈进去，我去个卫生间，马上就来。爸，陆哲他连续挂断我2次电话，这是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明知道我们看透他的欲擒故纵，却还是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是不是人格分裂呀？二姐、三姐，你们别生陆哲哥气了，他是全国高考状元，那有点架子很正常。哼，他这个状元，在陆家财富面前屁都不是。再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老子生气了。这是什么？60大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寿桃，福寿双全，还有个大寿桃，这是要给人过60大寿啊！可陆浩然明明才18岁，这怎么回事啊？爸，陆哲是不是不想给咱们道歉啊？不然他怎么买个寿桃来恶心我？太丢人了！真是岂有此理，陆哲，你真是死不悔改！我给你机会，你还阴阳怪气，我真是给他妈你脸了！把海报、寿桃给我砸了，统统砸了，给他好好的长长教训！砸了他！看见这个寿桃就恶心，我掀了他！陆浩然，你给我住手！陆哲，我问你，你怎么办事的？为什么生日宴会办成60大寿？你在诅咒浩然吧？陆哲，你要恨就恨妈妈吧，你别伤害浩然呢。闭嘴！我没工夫跟你闲扯。陆浩然，这个寿桃是归人的孩子给赵妈妈的寿礼，你赶快把它放下。寿礼？哈，你现在承认这是用来诅咒我的吧？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日宴，你赶快把它放下。
陆浩然，你疯了！你为什么要得罪他？这个寿桃不仅价值连城，还是我们几百人对赵妈妈的心意。闭嘴！好好的生日宴，给扮成60大寿诅咒浩然，摆一个寿桃恶心大家，浩然把它砸了，理所当然。你不仅没有资格生气，还要给浩然给我们道歉，不然你今天就得不到我们的谅解。别他妈想回陆家！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果然是高分低能的人，还不赶紧下跪认错道歉！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这到底是谁的宴会？什么？这真是60大寿宴会！我昨天不是让你去筹备浩然的生日宴会吗？难道你没有听我的话去安排？我和陆家已经断绝关系，我脑子进水才帮他准备宴会。还有，你们是眼瞎看不清楚，今天这宴会是我为赵妈妈准备的60大寿吗？好你个不孝之子！让你安排浩然的生日宴会，你居然不安排！你的心胸就这么狭隘，容不得浩然吗？陆哲，你不知道今天是浩然的18岁生日吗？这一辈子就这一个18岁，都叫你给耽误了，你负得起责任吗？我又不是他爸妈，他18岁生日关我屁事！我不管，生日宴会没安排，你严重影响我们的心情。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要不然你就要失去我们。你们今天把赵妈妈的宴会砸成这样，该给交代的应该是你们。行了，陆哲，这种欲擒故纵的小把戏，你玩1次2次就算了，次次都这样玩就恶心了。你故意把赵院长的60寿宴安排在这儿，一是想在我们面前展现你的实力，让我们惊讶于你的能耐；二，你故意让我们砸了60寿宴，就是为了把我们逼入困境，到时候再跳出来为我们解脱，就可以赢得我们的好感。你这小心思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可惜了，就这种小把戏，对于我们来说，一眼就看破了。陆哲，你真的是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们一次一次的给你机会，你不但不脚踏实地的表现，反而弄这些歪门邪道，真的是太让人恶心了。陆柔雪，我见过普信男，却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普信女。你真应该赶紧去医院看看你的脑子。陆哲，陆哲，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陆哲，上次状元宴你就给我添堵，这一次生日宴你又给我添堵，你今天必须给我跪下道歉，听到没有？对，给浩然跪下。状元宴他成绩不如你，生日宴他还擅闯，他有什么资格让我给他跪下？而且我和你们陆家早已经……你这个逆子！再3忤逆我，那就休怪我动用家法了。去下晚秋，把他给稳住！老子今天让他知道什么叫家规，什么叫尊卑贵贱。快点儿！你们要干什么？隐瞒成绩，刺激浩然，贷款出风头，对家人玩手段，你真是一身臭毛病啊！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你，不纠正你的坏习惯，你会走上歧途，会让陆家丢脸。把他安好了，老子给他上家法。跪下！陆哲，你快点认错呀，这样还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老公，你千万别打得太重，随随便便打个20、30鞭子就可以了。毕竟他也是咱们亲儿子呀。你们无法无天，还不认错？你们不要打陆哲，他是好孩子。去你的老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替他求情啊？况且我们的家事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不是的，陆哲他从小就很懂事，还会捡瓶子，帮补孤儿院。懂事？懂事的还忤逆爸妈和我？你别欺负赵妈妈，老人你给我松开！哎呦，我的好哥哥呀，你自身都难保了，还惦记这老东西呢？我今儿就把他收拾了，让你好好的刻骨铭心一下。我看你们谁敢！
你他妈谁呀你？你凭什么当我们家横？你敢打我吗？你找死是不是？作死！你个小丫头片子，这么嚣张，来揍我试试！你敢打我1酒瓶子？错，是2酒瓶子。咱们跟他拼！赵妈妈，陆哲哥，你们没事吧？我是没事儿，倒是陆哲挨了一鞭子，估计都出血了吧？没事，一鞭子我扛得住。你们没事就好。不过，现在该轮到他们有事儿了。我就送您下去歇歇吧。今天是我赵妈妈60大寿，是她这辈子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光。你们不仅毁了赵妈妈60的寿宴，还砸了福利院几百号孩子孝敬给赵妈妈的寿桃，还当众打赵妈妈和陆哲。今天我要让你们全部人躺着出去！来人，给我把门封了！没有我的命令，一个都不准出去！我还以为陆浩然一家有多豪爽呢，没想到生日宴蹭人家寿宴，真丢人。丢脸就算了，现在被人围住了，不赔偿怕是走不了了，搞不好连小命都没了。这陆浩然真是害死人了。陆家确实过分，不仅毁了寿宴，还打了陆哲和赵远，太过分。这位小姐，我是陆浩然，今年高考试状元，也是陆家少爷，也是柳家千金的未婚夫。你高考状元就能砸别人家寿宴吗？你陆家少爷就能撒泼打人吗？柳家女婿就能砸别人家脑袋吗？你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了。不气盛算年轻人吗？不就是个寿宴吗？我们陆家财大气粗，我们赔得起，至于喊打喊杀的吗？就是，你知道我们陆家什么样的身份吗？京省赫赫有名的豪门，身价10几个亿。这些吃的喝的，还有那丑不拉几的寿桃，100万足够。倒是你这个小太妹，敢对我们动手，今天你死定！那你告诉我，苏心飞，我今天到底该怎么死啊？啊？什么？你是黑道千金苏心飞？苏心飞，这可是京省赫赫有名的黑道千金，手底下不仅一堆产业，还有不要命的兄弟。我听说这个苏千金表面上长得清纯漂亮，私下里那可是无比狠毒，特别是红星孤儿院，那可是她的逆鳞。陆家这群蠢货，不仅砸了赵院长的寿宴，还要砸他的脑袋，这不死啊也要脱层皮。你真是黑道千金苏心飞？没错，我就是苏心。今天你们欺负了我2个最亲的人，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可以赔偿啊，100万不够的话，1000万也可以。我差你们1000万，我差的是一口气，一口你们欺负赵妈妈和陆哲的恶气。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住了，一人砍掉1只手，让他们长长教训。苏小姐，我们都是陆哲的家人，你能不能看在陆哲的面子上，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是陆哲的妈妈，这是陆哲的爸爸，还有姐姐们，我们都是陆哲最亲最爱的人。如果你要是伤害我们了，陆哲会不开心的。陆哲，你快过来，你快过来保护我们呢！你们是陆哲的家人，那我怎么刚刚看到你们这些家人把他压在地上要打他鞭子呢？你们的爱，你们的亲，就是让他跪在地上挨鞭子吗？好，那我今天就替陆哲好好的爱爱你们。来人，给我压住他们，一人打100鞭子，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我和陆哲的爱。
别！陆哲，快制止苏小姐！我们要受伤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回陆家。陆家那个虎狼之血，别说这辈子，下辈子我也不会回去了。陆哲，我们可是一家人呢，你怎么可以放纵一个外人来伤害我们呢？你真是太让妈妈伤心了。陆哲哥，你要放他们一条活路吗？我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饶过他们。他们惹的祸，当然要他们自己买单。陆哲，欲擒故纵不灵了，卖惨博同情的手段也不灵了，现在玩上英雄救美，有意思。英雄救美？你故意设局让我们与苏小姐起冲突，等到苏小姐收拾我们的时候，你再站出来英雄救美，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感激你，重视你。你以为我看不透你这些小伎俩吗？陆哲，这农村妇女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争宠手段，算是让你拿捏明白了。我真是想不明白，你究竟是哪里来的自信，觉得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你们多看我一眼？陆哲哥，我本来以为我的投胎技术已经够差了，没想到你比我还倒霉。行了，陆哲，虽然我打心里觉得你这样真的很龌龊，但是不得不说，你成功了。好了，赶紧把寿宴的事情解决，你就可以回归陆家，重新拥抱我们。但是你要记住了，下不为例。陆哲哥，你要给他们机会吗？我和陆家早就一刀两断了，他们闯的祸，就应该他们自己承受。给我打！陆小姐，打完之后，你再断他们一只手。我看谁敢！柳如月，那可是新省屈指可数的豪门，实力跟苏金飞不相上下，而且最近还跟天宫财团联盟了。他怎么来了？听说他是陆家的联姻对象，一开始本来是要嫁给陆哲的，但柳如月看不上，后来加上陆哲把柳如星撞成了植物人，所以他就成了陆浩然的未婚妻。唉，这陆浩然可真是人生赢家呀！不仅有陆家的父母和姐姐们恩宠，还有个豪门未婚妻，自己还是市状元，前途无量啊！如月来了，太好了，这回我们家的宝贝儿子就不用受罪了。如月姐姐，你总算来了！你要再不来，我们一家就要被打死了。弟妹，今天你可要替我们讨回公道和清理门户呀，不然这个耻辱一辈子都过不去。柳如月，如月，真的不是我撞到柳如星，你可以给我出门练点书吗？叫我什么？如月，叫我什么？如，叫我什么？柳小姐。浩然，你放心，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而且你受的委屈，我会全部替你讨回来。我今天过了2件事儿，一个是要保陆家全部人，不管他们干了什么，我罩了。第二，我要惩罚陆哲，把我妹妹撞成植物人，还在外面兴风作浪，我必须给他教训。柳如月，警方都没定我的罪，你就认为是我撞伤了柳如星？警察定不了的罪我来定。陆哲是我的人，你敢动他一个，你试试！苏金飞，我不知道陆哲是怎么勾搭上你，但我要收拾的人你保不住，你要干涉，我连你一起收拾。毕竟我妹妹可是我最亲的人，陆哲让他受罪了，那我就必须让他偿还。所以，你今天是来为柳如星出头，还是为了讨好浩然？整个金省的人都知道，我柳如月对事不对人。好，我就让你对事不对人。金飞，把柳如星的行车记录仪拿出来，给柳如月看看。我什么时候喝多过？你喝这个酒量没有点。不是说陆哲把柳如星撞成植物人吗？怎么是陆浩然？而且好像还喝了酒。是啊，陆哲虽然出现在现场，但是是他把柳如星救出来的。
没开车呀，而且衣服也跟开车的人不一样。如果说这一切不是陆哲干的，那么说陆之夏和孙艳芳这些证人就……浩然，难道你真的撞人？不可能，这不可能！这视频是伪造的，人是他撞的，不是我！行车记录仪清清楚楚，你还要狡辩？你胡说！我车上和柳如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都被销毁了，怎么可能？陆浩然，你这是承认是你撞伤柳如星，还毁掉了证据。浩然的意思是，行车记录仪都被撞坏了，你这个视频肯定是假的，是合成的。陆哲，你还真是心思歹毒啊！不仅在医院想要嫁祸给浩然，现在还要拿合成的视频来浑水摸鱼，你还真是恶毒至极。陆哲，你怎么能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就去合成视频陷害浩然呢？你这样是会坐牢的。我污蔑？没错，你二姐这个金牌律师都当场看到你撞人了，你老老实实认了就行，干嘛还要搞这些歪门邪道？认了，让浩然打你100鞭出气，再伺候柳如星3年，我就不送你去坐牢。不然，既然你们觉得视频是合成的，行。那就打电话给警察，让警察来见你。不要！为什么不要？这件事情事关柳家和陆家的颜面，也事关浩然的声誉，也事关你的前途。我不想让警方介入。你不是对事不对人吗？你不是要为柳如清讨回公道吗？怎么现在不讨了？我是看你刚刚拿到了全国状元，不想继续追究下去，毁掉你的前途和人生。你不要不识好歹。行了。我代表柳家和柳如星不追究此事了。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了，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请你立马报警，让警方来鉴定视频。陆哲，你是非要拉浩然下水是吗？你怎么这么恶心？我恶心？难道不是吗？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思？这件事情浩然不管是不是无辜的，只要报了警，外人都会用质疑的眼光来看待他。这样一来，浩然就会遭受非议，就会被人指指点点，就会毁掉他的前途和人生。是啊，陆哲，浩然他本来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不像你，一直生活在穷酸的家庭里面，他是受不了这样的非议的。再说了，浩然他本来善良又懂事的，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你就不要伤敌1千自损800了。善良懂事，善良懂事的顾兄要陆哲的命吗？什么？顾兄杀人？我这里不光有肇事车祸的视频，我还帮陆哲找到了监狱打人的真相。陆哲在监狱里被别人殴打欺负，全都是陆浩然找人干的。说不说？苏小姐，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陆哲是你的家人呐，真的不知道啊。一切都是陆浩然教唆的，他给我每人100万，让我们对付陆哲，最好是把他打成植物人，或者是打死。我们有他指使我们的通话记录，还有那100万的转账记录。陆小姐，我求求你了，就放了我们吧。欣梅，你，陆哲哥，你的苦就是我的苦，你的痛就是我的痛，你受的委屈就是我受委屈，我苏心飞受委屈，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今天我要把所有伤害你的人全部抓起来，最终逼问出一个真相。我要把所有伤害你的人全部抓起来，最终逼问出一个真相。你为我做的太多了。一句兄妹，一生兄妹。陆浩然，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浩然，你真的雇凶伤害陆哲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不是我，是陆哲，是他污蔑我，是陆哲和苏心飞污蔑我。是不是污蔑，就让警方来鉴定吧。
能叫警察？你能挡掉我一部手机，还能挡掉第二部吗？还能堵住在场人的嘴吗？陆哲，有话好好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啊！你们污蔑我的时候怎么不说好好说？你们把我送进监狱的时候怎么不说好好说？柳如月逼我认罪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好好说啊？现在轮到我盯死陆浩然了，你们一个个站出来让我好好说了，这就是你们口中说的家人吗？陆哲，都是妈妈不好，是妈妈没有教会你学会宽容，才会让你心存怨恨的。妈妈给你道歉，妈妈错了。哥，对不起，是我抢走了爸妈和姐姐们的爱，我向你道歉。好了，不要吵了，我是一家之主，也是你们的父亲，这件事情我来做主。陆哲，此事不要再追究了。浩然，给陆哲道个歉，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都是体面人，不要那么难堪了。你凭什么为我做主？今天这个事情就过不去。看到了吗？这里是他们在里面用鞭子打的，这里是他们用钳子夹的，还有这里是他们用棍子活生生打出来的，还有这儿是他们用石头砸的，头上还有10几处他们用我头撞墙撞肩墙撞出来的伤口。就因为你们偏袒陆浩然，你们为他做伪证，我在里面过了生不如死的1个月。你们说，今天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轻易过去？你们这些畜生！陆哲的债，我一定找你们讨回来。陆哲，对不起，我没想到。闭嘴！你们有资格同情我，我也不需要你的同情。够了，卖惨没完了是吧？你究竟要怎么样啊？是不是想要一笔钱呀？多少我给你。钱算个屁，老子不稀罕。我要的是公道，我要的是真相。这个牢他坐定了。如月姐姐，爸妈，救救我！我不想坐牢，救救我！浩然，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你有事的。这件事情说到底，我柳家是苦主，那我们不追究了。你们追不追究关我屁事！陆浩然诬陷和雇凶这件事，我必定追究到底。人证物证俱在，陆浩然，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陆哲，如月都已经不追究了，你又何苦揪着不放呢？你难道一定要把自己受过的苦再让浩然承受一遍吗？陆夫人，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你为陆浩然做伪证，说那晚他在家和你看电视的事，他被定罪了，也跑不掉。陆哲，你当然想要对妈妈下手吗？你没有良心了吗？没有人性了吗？不是我要对你下手，是你罪有应得。我可是你妈妈呀，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的对我呢？你偏袒陆浩然为他做伪证，把我送进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是我妈妈？陆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应该你先入为主把我送进监狱的时候，怎么不说给我机会？你够了，陆哲！我告诉你，不管浩然做了什么，我今天都要报他。你要是敢报警抓浩然，我不仅要全面封杀你，让你这个高考状元读不了书，我还要命人拆掉红星孤儿院，让你的赵妈妈还有几百个孤儿流离失所，在街头冻死饿死。刘如月，你敢？你可以试试。总之，你敢伤害浩然，我就拿你们挫骨扬灰。你敢动陆哲和孤儿院，我今天必取你性命！苏心飞，你都说的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绕弯子了。我动不了你，但你同样也动不了我。你很强大，也很有人脉，但我柳家也是富甲一方，
如果咱们两家全面开战的话，谁也别想好。哦，不，你会比我更倒霉，因为柳家刚刚和天宫财团结盟，有国际大鳄罩着，你苏新飞和苏家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如月姐姐，你太厉害了，你竟然和天宫集团结上盟了。我说你今天怎么无法无天呢？原来是傍上天宫这个大靠山了。没错，有天宫这尊大神撑腰，我柳家在金省就是法就是天。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天宫财团会给你柳家撑腰？不给我撑腰，难道给你或者苏新飞这个小瘪三撑腰吗？如果你识趣的话，就打消报警的念头，再替浩然把事情扛下来，不然你和孤儿院都要倒。你敢威胁陆哲和赵妈，你别以为我不敢动。那你就试试看，看看后果你和陆哲他们能不能承受得起。柳如月，你好大的口气！姐姐，你怎么来了？有人欺负我弟弟，我当然要帮。哟，这不是陆哲的干姐姐吗？怎么，陆哲，你又让这个酒店前台来装逼啊？你跟陆哲贷款雇豪车买假贺礼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们就不要再在我们面前装腔作势了啊！陆哲，跟你的干姐姐说，告诉她不要再装模作样了。如果柳小姐真的生气了的话，她和你的养父养母都会倒霉的。苏新飞，你这个黑道千金好像也保护不了我弟弟。那是因为陆哲在，我不想让他见到雪。你要是迟来几分钟，你看我能不能把这几个王八蛋干趴死！哎呦呦呦呦呦呦！你们几个跳梁小丑，能不能不要在这相互吹捧了啊？他一个酒店前台也来装逼，哎呦，笑死个人了！闭嘴！如月姐姐，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她叫叶新成，是陆哲的干姐姐，也是那帝豪酒店的前台小姐。上次在状元宴的时候，她贷款装逼，又是给陆哲送豪车、送黄金，又是送别墅，结果你猜怎么着？最后全是假的。最后他们还要说要封杀陆家，你说可不可笑？柳如月，我是不是很好笑？柳小姐，好端端你怎么下跪呀？如月姐姐，这有失你身份，快起来，起来啊！我滚！陆哲、叶新成，你们看到了吗？如月姐姐都被你们气得摔倒了，你们赶紧跪下道歉，要不然一会儿我姐姐越生气，你们的下场越惨。柳小姐，你很生气吗？陆浩然欺负我弟弟，你也要对我弟弟动手？够了！陆哲、叶倾城，都这个时候了，就别再自以为是了，还不赶快跟柳小姐道歉求饶？柳小姐的身份可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连苏小姐都要让柳小姐3分，更别说你一个陆家弃子，还有酒店前台，根本都不够看的。赶紧给我下跪道歉！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们。如月姐姐，打断他们的手脚，出一口恶气。闯祸了，闯祸了！没想到陆哲的干姐姐居然是天宫财团的千金大小姐。柳小姐，你要是受得起的话，要不然我给你跪一个。臭婊子，怎么跟我姐姐说话呢？信不信我？给我闭嘴！学姐，你干嘛打我？柳小姐，你是不是打错人了？你怎么打浩然呢？你不是应该去打陆哲他们吗？给我跪下，马上向叶小姐和陆哲道歉，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叶小姐，陆哲，是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是我无礼冒犯。怎么回事？柳小姐不给浩然撑腰也就算了，居然还打了浩然，甚至让他给陆哲道歉。这柳小姐怎么又重新跪下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如月姐姐，是不是搞错了呀？她一个前台小姐，有什么资格让咱们下跪？闭嘴！
叶小姐不是没我这种垃圾可以抽惹的存在。什么？她是不可招惹的存在？你肯定是搞错了。陆哲，如月姐姐已经误会叶新平是个大人物，你还不赶紧出来解释一下？她就是一个垃圾酒店前台小姐。那你问问柳如月，需不需要陆哲解释？不需要，不需要。陆浩然，赶快给叶小姐他们道歉。我不道歉，她就是一个酒店前台小姐，她没资格。叶小姐不是什么前台小姐，她是天宫集团的千金大小姐。什么？她是天宫财团的千金大小姐？她怎么可能是天宫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啊？这怎么可能啊！陆哲这个不孝之子，怎么有这样顶我姐姐？浩然，你不是说陆哲养父一家，一个是烧烤摊摊主，一个是保洁员，还有一个是酒店接待吗？没错啊！而且我不相信，她是天宫集团千金大小姐，而且陆哲也不会那么好命。对，我也不相信。如果她真的是天宫财团的千金大小姐，她怎么可能去贷款雇豪车买贺礼呢？我爸妈和姐姐从未贷款出风头，那些豪车还有状元宴的厚礼，都是他们真金白银送给我的。至于烧烤摊主，也只是我爸爸工作之余的调用，保洁员也是我妈倾听底层员工心声的方式，帝豪前台也只是我姐姐微服私访的身份而已。我虽然和叶倾城关系一般，但是我可以证明，她就是天宫千金。你们不信，可以问柳如月啊。你们不信，可以问柳如月啊。原来陆哲不是欲擒故纵，原来是我自以为是，真可惜，我还以为。如月姐姐，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对不对？叶小姐就是天宫千金，是你们，也是我高不可攀的存在。我前天才和叶小姐亲自签订的投资合同。没错，我就是天宫财团的千金，而陆哲不仅是我弟弟，还是天宫目前最大的股东。你们冒犯他，就是冒犯我，冒犯天宫，该死！什么？陆哲还是天宫大股东？没错，昨天我和爸妈就已经把股份转让给陆哲，所以现在他才是真正的天宫决策者。今时今日的陆哲身家万亿，他的一根手指头就要比你们全部人的家底都要粗，所以你们哪来的勇气跟陆哲叫板？不可能！陆哲这个陆家弃子怎么会是天宫的大股东？你这贱人，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混账东西，谁给你的胆子羞辱我姐姐？再敢对我姐姐无礼，要你的狗命！叶小姐，陆哲就是你们家一个养子，是我当初随手抛弃的便宜货，你们怎么能把天宫的5万给他呢？我弟弟也是你可以羞辱，而且我们叶家和天宫财团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外人来指手画脚？我不接受，我不接受陆哲这个土鳖能拥有这一切。你算是什么东西？我们做事情也需要你来接手。小哲，他们欠你的，你可以亲手全部还回来。姐姐无条件支持你。叶哲哥，我也支持你。取消和柳家的合作，投资撤回，柳家不配和天宫合作。叶小姐，我们合作是说好的，柳家资金链危机，如果没有你的投资，柳家要破产的呀！请你让陆哲不要乱来，给我柳家留一条活路。你把我弟弟往死里整的时候，怎么没想我给他留条活路？陆哲，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叫我什么？陆哲。叫我什么？叫我什么？
陆少爷，陆少爷，请你高抬贵手，让叶小姐不要取消合作，帮柳家度过这次难关吧。你养屁！陆哲，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你今天这么咄咄逼人，不就是想让我后悔吗？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只要你愿意帮我，我愿意跟陆浩然解除合约，转而和你结婚。结婚后，我帮你打理天沟，每个月还会给你1万块钱零花钱，让你开开心心的当个柳家赘婿。姐姐，你不是说这辈子最爱我吗？你怎么讨好陆哲这个土鳖？你才是土鳖！你肇事逃逸，还诬陷陆哲，我和柳家一定要将你绳之于法。陆哲，你现在可以重新拥有我了，我们。陆哲，你干什么？柳如月，你没有镜子，我就给你一杯酒，让你好好照你的什么货色？什么意思啊？像你这种见异思迁、唯利是图，甚至都不在乎重伤自己妹妹凶手的人，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还想嫁你？你做梦吧！陆哲，我都低声下气的让你得到我了，你还不满足吗？我又不是垃圾站，我要一个垃圾干嘛？你羞辱我！陆哲，你就这么无情？你就这么不顾往日的情分吗？闭嘴！我和你没有情分，以后更不会有。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免得再恶心到我。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骚扰陆哲，我就把你送到贫民窟去，让那些流浪汉一辈子当一只野鸡。柳如月，你这只野鸡就别想着飞到我弟弟这棵梧桐树上当凤凰。你若但凡有一丝图谋不轨，我把你碎尸万段，让你连野鸡都做不成。还有，你最好把你那些心思放在柳家上，因为他很快就要破产，而你也马上就要变成一个穷光蛋了。柳家现在虽然有点艰难，但他屹立100年，根深蒂固。你想让他破产没那么容易。柳小姐，不好了，柳家被天宫财团全面封杀了，银行停止了全部贷款，公司高管全部辞职了，合作双取消了全部合作，柳家完了。孽障，你害惨柳家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柳家人，给我有多远滚多远！请问谁是陆浩然？你们要干什么？当然是来抓你们的宝贝儿子了。警官先生，他就是陆浩然。陆浩然，你涉嫌撞人未遂、诬陷他人，还共凶伤人，罪行恶劣。现在需要你跟我们回去调查。不是我，你们认错了。我不跟你们走的。我们有足够的手续带你回去，你还是好好配合。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妈，救我！妈，救我！警察先生，我是陆家夫人，我叫孙艳芳，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个面子，就别……孙艳芳，正好你做伪证，也需要跟我们回去。警察先生，我是陆之夏，金牌律师。陆之夏，巧了。你诬陷陆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你也需要跟我们回去。干什么？放开！如月姐姐，救我！滚开！你个废物！如果不是你，我和柳家就不会倒霉，不会破产。如果不是你，和我联姻的就是陆哲，我就是天宫最大股东的妻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会变成丧家之犬。警告你最后一次，好好配合我们。放心，你的罪名还不至于定死罪，顶多也就是考不上大学，失去家里的宠爱，再坐上3年牢。但是在牢里面会发生什么，
我可就不去铁吧。我不要走，我不要走了。屠斌，都是你害了我，都是你害了我，我们杀了你，我杀了你！小心！浩然，陆浩然，你涉嫌故意杀人，证据确凿，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把他铐起来。姐姐，你没事吧？我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恐怕以后你没有机会再对付陆哲了。持刀伤人，最起码也得加3年吧？你怎么对陆哲的，我就要怎么还回来。我也让你试试铁链子砸头的痛感。妈，救我！快救我！我才是你亲生儿子，我出事了，妈妈在9泉之下都不会原谅你的。丽子，你少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当年你跟妈妈偷偷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是你偷偷把陆哲送到孤儿院，把我接回来享福的，你就让我享这福吗？我妈是你白月光，我也是你亲生儿子，只不过我是私生子而已。我坐牢了，妈妈会死不瞑目的。什么？浩然不是别人遗失的孩子，而是爸爸和白月光的私生子。丽子，闭嘴！陆万豪，浩然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是你的私生子？你听我解释，我就是犯了一个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你说这是真的？你为了给你和白月光私生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把我还那么小的陆哲抱出去还丢掉，还不断的给我们洗脑打压陆哲。难道我跟你生的儿子就永远比不上你跟白月光生的儿子吗？不是，你已经得到我的人了。浩然他妈妈占你掉我的心又怎么样了？再说，陆哲他不是好好的吗？我养了你跟白月光生的儿子18年，可辜负了我亲生儿子18年，你对得起我吗？起来！是豪门夫人，不要像村夫那样斤斤计较。什么私生子都无所谓，他不都叫你妈妈吗？再说，你失去的只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浩然的妈妈失去的是你有的一切，你知道吗？老婆，你就失去一条命吧。陆哲，来，儿子，我对不起你。陆夫人，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儿子。把他们带走。柳如清醒了，她说那晚陆浩然之所以撞她，是因为他拒绝了陆浩然的表白，所以遭到了报复。表白柳如香，他要脚踏两条船。没错。陆家少爷陆浩然在惩教所跟人打架，不小心摔倒，撞破头颅，意外身亡。你们两人看我干嘛呀？我只是听说这陆浩然进去也不好好改造，还打着陆家少爷的名义到处张。我只是罪有应得。陆万豪的情况也不乐观，孙艳芳那一刀捅伤了他的心肺，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那孙艳芳呢？孙艳芳把陆万豪捅成重伤，虽然陆家3姐妹给了谅解书，但还是要坐几年牢。而且她还被检查出了精神分裂症，现在整天疯疯溜溜的。陆之夏那个金牌律师也被关了半个月，还被吊销了律师证，估计以后的职业生涯算是彻底废了。还有柳如月，柳家破产后不仅没收了她全部财产，还把她丢进了贫民窟，现在天天被……你懂的。
要不让新飞手下的兄弟去关照一下？小哲，小哲，我们来看你来了。小哲，小哲，我们来看你来了。我去看一下。我们来看你来了。那个小哲呀，过2天呢，你就要去读大学了。我和你2个姐姐呀，过来给你祝贺一声。哦，对，我们还带了礼物呢，你看。啊，小哲，以前我们都是被陆浩然那个绿茶给蒙蔽了，你就不要跟我计较了。对呀，弟弟，万事留一线，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对对，啊，我们呀已经把陆浩然踢出户口本了，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加回来。以后呢，咱还叫陆哲，好不好？我现在叫叶哲，滚！